电商情报站，某某当日配进攻中南部，24小时到货的时代来临，卖家必看物流布局与市场冲击。嗨，我是电商 Tony 陈哦。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会比较深入的分析台湾电商市场，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跟未来可能的发展。然后我的预测还蛮准的啦，很值得参考。这样你可以去考古我以前的影片。那现在在做电商生意的你，是不是还在靠虾皮啊、陌陌啊、Coupon 啊、PC Home 这些通路平台在销售商品？其实你要做电商生意哦，不是一定只能靠这些通路平台，因为 Cyberbiz 就能够帮你快速建立自己的品牌购物官网。那一次整合了官网、会员、物流、金流，让品牌经营者可以更稳定。那你也不用一直担心什么平台的规则一直改来改去，让你无所适从。很多商家一开始会觉得说通路平台更方便，因为能帮忙带流量、带客人，但是没有想到的事情是，广告费明明是你掏的，但最后每一笔订单、每一个会员资料都留在平台，所以就变成说只是帮平台在打工养客人而已，那自己却没有累积到最重要的品牌资产。再加上平台的抽成费用，每一家都一样，年年增加。像虾皮最少7%，某某15%到25%，酷鹏5%到15%，PC 用3%到5%。那通常改规则都是怎么改？都是强迫中奖，就公告出来就上了。那只要规则一改，抽成一调高，你的利润空间、获利马上就会被压缩。如果你用 Cyberbiz 来开官网，就能够把顾客名单跟会员资料都绑在自己手上，也能够主动做再行销，提高回购率，真正的掌握经营的命脉，让品牌可以走得更长更远。想要把经营权拿回来吗？快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结，免费试用30天，马上就打造属于你自己的品牌官网。但如果你认为平台会乖乖放手，那你就错了。上一集我们才聊到虾皮最近动作频频，甚至使出了 FB 分润连结，积极的从社群媒体去拉流量过来。不过讲到平台的动作，没想到这一次 Momo 它也放一个大招。那这次我们来讲 Momo 开始提供中南部的当日到货。那先讲一下为什么这集重要因为中南部怎样，终于有人权了。除了虾皮在喊全台当日到货以外，其他电商巨头都在那边点点嘛，没有声音啦。那现在 Momo 开出了第一枪，叫做要提供中南部的到货服务。终于啊，你看到我们这个本土电商硬起来了，开始对这些外国电商来开始展开反击。PC Home 你要加油啊！那我们先来看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台股迎 Q4 电商旺季，富邦媒中南部当日配服务试营运富邦媒就某某中南部当日配。那内容是这样，就是现在某某推出了中南部当日配的服务，只要你在上午的10点以前下单，最快就可以在当天的晚间送达。那目前的试营运的范围是台中、台南跟高雄我也会去下单下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快。那未来会拓展到更多的行政区，未来希望能够实现全台都能够当日下单、当日到货。那个离岛应该是没有了这个想一想就知道了。然后有提到说，他们现在是运用 AI 技术即时调整库存，将订单自动分配到距离消费者最近的仓库出货那就大家都讲说什么他有在用 AI， 有跟上潮流，就这样。好，那我们也来更新一下 Momo 的卫星仓的进度。来，你看来看这张图，北区物流中心这就不用讲了，这已经盖好很久了。那我补充一下另外2个物流中心的资讯中区物流中心预计2027年完工，地点在彰化的和美投资金额是新台币76亿那楼地板面积达 3.9 万平，可以容纳超过540万件的商品库存这规模很大然后南区物流中心是去年11月才盖好的，那地点在台南的南区投资金额是30亿元，楼地板面积是 2.5 万平，可以容纳超过340万件的商品库存。对，所以我猜 Momo 真的要实现全台当日到货了这些重要的基础建设、关键节点都已经形成了。那最快的时间点会在什么时候？2027就是它中部仓盖好，然后各项系统建构都完成以后，我觉得有点危险因为等到2027，你看看那个 Coupon 不知道然后发展成什么样。那 Coupon 现在也不是没有动作，它已经在大举招募货车司机了。来，你看这张图，
这我用无痕模式开的你看酷鹏招货车司机投 Google Ads 的广告呢，你看看哪时候哪个电商巨头在那边招物流司机的时候在那边投广告的，然后你看里面的文案入职就有4万2，月薪8万加15天福利我跟你讲这个待遇已经干翻一堆货运司机了，货运司机真的会集体跳槽那当然这个钱不会一次给你而是分半年慢慢给，但人家就是有给对不对？所以我才说 Momo 的这个布局速度最快等到2027年变成完全体还是有一点危险。那我未看先猜2027的时候 Momo 的系统准备好了，但是怎么样找不到物流司机来送货为什么？都被酷鹏抢走了而且抢过去酷鹏的他们都有绑约就变成这样。你现在还没有看到什么大量的司机出走潮，是因为现在已经10月了，台湾人都怎样过完年再说，领完年终再说，所以大家也都还在观望，看一下风声这样。那打听一下在酷鹏当司机的朋友那边的福利到底怎么样好不好，爽不爽？如果 OK 的话，那明年就一起跳槽都这样了。那我们明年就知道了，或者是说酷鹏就来一招狠的，因为马上要怎样双11了嘛，那他就会直接说你现在跳槽多发2个月年终，真的就会有一堆人过去了，你信不信？好，那我们再回来讲 Momo 接下来我们来说为什么 Momo 要做中南部当日到货。你看我们刚才有讲中部物流中心是2027嘛才盖好才营运，但是他现在就硬把台中列为当日到货的试营运地区，你认为是为什么欢迎留言跟我讨论一下。我的猜测是说，我的猜测啦，是说受到虾皮的压力因为虾皮现在已经推出了当日到货服务，你看这个标题就好，虾皮购物启动全台当日到货，逾2000间虾皮店到店，今天订明天到那目前仅限虾皮特选，就是虾皮自己出货自己那边卷自己，还没有上新并款到要求卖家跟进，但是它也的确是提供了什么当日到货服务就像从背后干了 Momo 一刀，所以现在 Momo 就只能仓促回应这样不然你要怎么解释那个中部物流中心就还没盖好，然后他就突然喊出可以来做这个当日到货。你再看一次这张图我所框起来的地方，中部的卫星仓没有特别密集就是4座而已对不对？如果 Momo 是前几年就规划要做全台当日到货的话，那它中部的卫星仓数量至少应该要是北部的1半才对你用人口算一算大概就是这样台中的购买力又不会比北部差到哪边去，你看房价嘛，你看房价就知道了。接下来我们来讲说大家都在拼快速到货那为了看清这股速度战背后的脉络，我们接下来就引用2025台湾电商物流白皮书里面的数据来拆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这么的重视到货服务。因为那个报告很长我就截录一点里面我认为值得探讨的内容。如果你对这整份报告是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 Google， 你就找2025台湾电商物流白皮书，你就可以找得到了。那我们先来讲受访者的轮廓是谁超过80%的受访者位于23到50岁之间，所以都是有经济实力的人也是电商服务的高频消费者。那我们再来看第2张截图，超过90%的消费者认为平台有提供快速到货服务会提升他的购买意愿。所以你看代表说这个是怎样？这个已经是不能输的战争。如果你没有提供快速到货，消费者有多少消费者？90%对不对？他就可能会换平台了。那你看下一张图，我框起来的地方，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消费者将24小时到货视为免费的标准服务，只有6或12小时内到货，他们才愿意多付钱。也就是说，以这个问卷来讲现在的消费者已经认为24小时到货是基本服务了。内件就是要有的东西，如果你晚一天，那我就是买别家这样。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了，为什么 Momo 现在要推出当日到货服务。这就是对消费者来说他这个基本的要做到已经不是加分条件，也证明了 Momo 在前几年就规划做物流中心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因为消费者就真的要这个服务只是没想到说突然会有一个台币战士叫做酷鹏冲进来这样，那然后虾皮就突然上了一个当日到货服务来扰乱 Momo 的整体布局，变成现在只能跟他硬拼这样。最后我们来讲你该如何因应这个状况我们也来说未来的电商市场将会怎么样的改变，那我们身为电商从业人员应该要怎么处理
我的看法就是说，我们之前提到嘛，实体跟线上购物的分界会越来越模糊。你今天下班去门市买是今天拿到货，你线上下单是今天拿到货，都一样啊，对吧？所以你还有必要去门市啊？而且你看现在多少人，女生去逛衣服的时候，边摸衣服另一只手直接把手机拿出来查就这样。所以线上线下的界限是已经很模糊的。那这个发展到极致会变成怎么样？就像是中国的外卖餐饮外送。我们在零元奶茶泡沫破裂的那一集节目就有讲了，中国餐饮外送的营收占比已经有达到店家的 38% 以上就是你店租那么贵，然后你有40%的营收都是客户叫外卖叫出来的。好，那此时你那个店面花大装潢有什么意义吗？对这些叫外送客户的人来说，他看到你的店面有装潢然后里面有人在吃饭，就是有提供堂食啊，有提供内用啊，他会比较敢点因为知道你不是什么幽灵厨房，后厨一堆老鼠这样那这件事情也可能会发生在电商上，就是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会怎样？会优先找有门市的，因为有门市代表什么？代表你不会乱来不然你最差也要有一个品牌官网，不要说只找到你的 FB 这样，然后底下留言还有人在留一些什么梗图有的没的，那就看起来就很不像样嘛然后你要不断的优化你的出货流程，不管你是在官网出货、虾皮出货，或是上电商平台等等的。为什么？因为消费者已经越来越没有耐心，然后我们的消保法又是很保护消费者的。以前呢，他在网络买，他都预设自己要等2天，但是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跟你说24小时到货，他也不管你说你公司是只有一个仓库，他也不管，反正就是大家都24小时到货，你也要有这样不然我就买别家。然后电商平台也会越来越建议你要把库存放在他的仓库，因为他要拼24小时到货。就这样嘛，所以变成说你库存要备足，不能够说那我从某某那边拉一点库存，然后出给 PC Home 好了，有的没的没有，消费者不会管你的，他订单就直接取消，你已经出货咯看到到货时间很久，那他就按订单取消那怎么办？那你收回来的东西全部重开来都是新的，但是你要上架重卖新的嘛？那谁去拆？那一个工读生1小时能拆多少这种包裹？那些都是钱那你跟他说我要一点调货的时间会晚一点到。消费者现在会怎样？会直接拿那你就是从淘宝买来卖给我这样嘛所以就很麻烦了。也就是说你现在怎样？库存的安全水位你就要拉高，但是你拉高又不见得卖得掉那你的成本压在货上的成本也会整体跟着提高。你问我现在有没有解法我现在看起来就是你要找到一间实力强大的物流仓储公司，然后库存统一都放他那里，然后由他来帮你出各个通路，这样子最保险这个有很多好处你就不用自己花钱盖仓库，跟请仓管，跟请出货，都是这样的嘛。那像 Cyberbiz 的物流我们有虚拟仓的系统，你要调配库存电脑改一改就好了就不用多备库存，不用说某某的2个站板PC Home 的它货量比较低，可是我为了它我要准备一个站板不然会出错什么的，我们可以全部混在一起，然后都用后台去调然后就是同个站板，你的仓位费也比较低不需要多备库存，还是可以做到尽快当日出货。我认为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会日益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消费者现在胃口都被养坏掉了，未来你晚出货人家就不要了就是晚来我们就不要了那你损失的是什么？不只是订单还有运费、包材商品可能会有破损要整理等等的，很麻烦很麻烦。那换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就可以做到快速出货，消费者会更加青睐于跟你买，因为其他人还没有做到嘛。那等全体消费者真的都习惯，未来那些电商巨头全部都具备快速到货的能力的时候，你也站稳了嘛，对你来说也不会有影响嘛，就是这样。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给你做个参考快速出货的重要性。那如果你认为这样的分析对你有帮助，也想看到我做更多更深业的产业解析，我刚开了 YouTube 频道会员那欢迎你加入我的频道会员，让我可以投入更多心力，制作出更好更优质的内容来给你看。讲八卦快速到货这个题目我讲3点我讲3点。来，第一点，机车物流就 Cyberbiz 的企业版客户可以用那个机车物流嘛，快速到货。那我讲一下机车快送的这个物流，它名字很多非常的多，有人叫机车物流，有人叫机车快送，有人直接叫它 Foodpanda有人叫熊猫，反正就是骑机车送东西就对了。好，
那机车物流这东西你仔细想一下，就是说机车物流、机车快送，这是目前所有物流形式当中速度最快的物流，对不对？不用隔日，不用当天，不用24小时，它直接压缩在1小时内，对不对？距离近可能10几分钟就收到了。你订外卖就是这样啊，他就去店里帮你拿来送给你，只是现在他不是去餐饮或饮料店拿，他是去人家的出货的地方拿，拿完之后，那可能是那个店面而已，然后就是拿好之后送给你。他们也很熟悉，像家乐福啊、全联啊，现在不是也都用 Uber 都可以叫得到吗？就是这样。那距离近的话，甚至10几分钟你就可以收到了。你哪一个物流速度可以跟这个拼呢？我讲的版本是现代的版本。那未来的版本的话，就科技发展跟法规进步，可能会出现无人机送货，无人机走天上嘛，低空经济嘛，走天上没有红绿灯啊，就这样。中国杭州已经有出现了无人机外卖，有很多影片你的午餐从天而降，真的是很酷。那台湾要做到这一点还要非常久的时间，所以我们先不讨论。总之你现在看也知道，台湾现在要拼物流速度，什么物流速度最快？货车不是，机车最快那 Cyberbiz 已经接好了机车物流，品牌电商想用就用，这是第一点。来，第二点，消费者熟悉机车物流。台湾的消费者已经相当熟悉机车物流是怎么一回事了，因为你叫外卖的经验嘛，跟机车物流就是同一种体验啊，他们制服都一样要么 Foodpanda， 要么 Uber Eats 在送。好，那你说 Lalamove 我早就在做机车物流，没错，但是 Lalamove 就不是每个人都用过反观 Uber Eats、Foodpanda 这熊猫大家都叫过，甚至长辈也会用。所以在台湾推广机车物流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难度，就是你结账页面还有一个机车可以选 ，Google Map 点这样，消费者都不需要学新的东西，转换成本极低前景很看好。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转换跟学习成本是这样，你一个市场要接受新的东西，离不开企业要花大价钱、花长时间去打广告跟教育使用者这是新的这比较好要用就这样，有一个教育市场的过程。有触碰过这个题目的都知道这个东西有多么烧钱跟多么看不见成效，但是又不得不做。那你看现在的那个 Uber Eats 跟 Foodpanda， 那广告那么大呢，每年好几亿台币的呢，然后打那么多年了呢，才训练好台湾的消费者，如今非常熟悉使用手机去叫外卖。那如果你要推新的东西、全新的东西的话，就换你要来花这个大价钱来教育市场了，那你推行就很受阻嘛。我举个例子这样讲不明白，我举个例子给你参考。来，纯网银、网络银行纯网银，你有在用吗？台湾现在有3家第一家将来银行，第二家乐天国际银行，第三家 Line Bank 连线银行将来银行叫 Next Bank， 那你说它定存利率是变高，然后它的 App 功能又多，然后使用也很简单，已经替代掉了传统我们要去银行抽号码牌那边手写汇款单，花掉一大段时间那边等嘛，对不对？纯网银你要干什么？你线上点一点就可以了。所以怎样？理论上全台湾人全部都要立刻改用纯网银，这才对啊，对不对？因为全是优点，没有缺点。但是事实上就不是这样嘛。事实上你就没有在用嘛，你可能就没有在用。即使你在用，那你的爸爸妈妈那个有钱的长辈们更不可能有在用，就这样啊。这就是企业目前还处于教育市场付出成本的阶段。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表达说，机车快送、机车外送这已经不需要再教育了，消费者都很熟悉，大家都会用。那你做电商用机车快送，你等于是踩在前人已经花大价钱铺好的路上，让你直接用就可以了。这是第二点。来，第三点，机车快送冷冻冷藏的运费便宜这个就稍微细节一点，有遇过才知道。时至今日这个我们讲说冷链物流冷链有分冷冻跟冷藏，然后我跟你讲是冷藏更苛刻，不是冷冻苛刻。冷冻我只要是零下就好了就没差零下5度10度随便那个给它弄到零下20-30度都没差，这都叫做冷冻。但是冷藏不一样，冷藏就是0到18，它的温层被控制得很窄很窄然后就是冷链运费，你有记过你就知道嘛。现在冷链运费大家市场唯一信任就是黑猫嘛有够贵，对不对？你要寄冰的东西有够贵。
但是时至今日如果你的商品适合前店后仓，前店后仓讲的什么？就是前面是门市，那后面直接是仓库或是生产或包装比方说甜点蛋糕都是这样啊，对不对？比方说冷冻食品，那我就会说天然适合机车快送它不止它需要冷藏冷冻，它的商品属性也适合那种反正消费者要买甜点蛋糕就没有要跟你等的啦就这样，可能是中午饭那个谁今天生日啊，他们不讲大家都没准备赶快叫一个就这样，天然适合机车快送。那尤其冷冻食品要特别讲一下，冷冻食品一直以来就是运费这样很贵很贵，真的很贵，贵到生意好不起来。没办法，你消费者你要凑免运，你买冷冻的东西要吃你要凑免运，我们就讲水饺好了，你为了要凑那个免运免运门槛都被拔高嘛，因为运费很贵结果你贵到3000块的水饺，我靠，你家冰箱又冰不下了那我不凑免运吗？那个运费我又吞不下去，除了送人以外真的没有谁在愿意花那个运费，那干脆这样就不买了嘛但传统冷冻食品电商的宅配冷链运费跟机车快送的运费就不能比，你知道机车快送便宜传统宅配冷链3倍，你知道吗？你说机车这种什么黑科技在那边没有，它就是那个隔热材，你知道就能送。就像你点外卖你可以怎样？你可以叫药炖排骨跟那热的热腾腾的那跟那个芒果雪花冰你是不是可以一起叫一起来吃？你外卖送到的时候，它也是热的药炖排骨跟冰的雪花冰嘛，也没什么问题为什么？因为机车物流速度够快，冷冻的食品还没有出现失温就可以送到了所以就干脆就可以直接不走冷冻，就隔热了，保温一格一格的这样。所以冷冻食品的业者们应该都要考虑什么？考虑你要放一个取货点不管是在工厂门口还是在那个市区的店面门口，那你接到订单拿一拿让外送直接收走，就这样比方说运费便宜那么多，然后冷冻食品比方说肉比方说水饺一些生鲜食材，那个就是家里要用才会突然叫的，你知道？好，那家里要用突然叫，那你跟他说隔天会到，他看一看他就不买了运费已经很便宜了，那你就用来发动嘛，你就来卖你的冷冻食品那我相信这个对业绩的抬升是一定有帮助的。这也不用相信，因为我们已经有客户就已经要做出那个证据了我知道你想问说我的工厂都很偏僻，那我那边放有屁用那个机车外送覆盖到的人很少。我跟你说现在资源的范围叫做半径5公里半径5公里，半径我在强调的是半径你要不要把台湾地图拿出来看一下半径5公里很远很大了，真的很大半径5公里是几乎整个台北盆地了你自己来开那个 Google Map， 你自己用手去比一下那个半径5公里，你看涵盖了几百万的人口了，真的。或是你就做一个小的出货点在市区专门用来出货的，都是合理的布局。我举个例子像夜市假设有知名的药炖排骨，我们一直讲药炖排骨，因为昨天来吃。好，那个药炖排骨它可能是摊贩而已，对不对？它没有门牌呢，没有门牌那为什么那个机车快送还是有办法去取到货所以你就知道说机车快送在台湾已经很成熟了，那你只要让那个外送员找得到地方就可以了。好，那你也可以做一个取货点嘛，就是这样嘛，专门放在市区去涵盖人口用的，让人家去取这都是合理的布局冷冻食品天然就契合机车快送，那消费者也不需要再度教育。就像第二点嘛，消费者整天都在订全联他就在送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如果你家是冷冻食品的电商从业人员，那你真的可以认真考虑看看机车快送的这个物流做法。